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AI 时代的布局革命。之前视频上传之后，很多棋友给明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有棋友有疑问：枝野虎丸九段的著作是否有权威性？明月认为，虽然日本棋手的战绩不佳，但是对于布局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从中日、日韩对抗来看，日本棋手在布局阶段往往不落下风，甚至还能取得些许优势，但是他们的中后盘实在是太拉胯了。当然，枝野虎丸九段的书中的有些变化摆得并不详细，甚至有一些一带而过。因此，为了使得这个系列更加的完整，明月也参考了姜维杰九段的围棋 AI 定式大全，以及丁列六段 AI 定式全解，还有青艺研究会关于 AI 的一些研究。也欢迎各位棋友给明月提供更多的关于国内 AI 研究的资料。闲言少叙，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从今天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介绍 AI 时代对于中国流布局的冲击。中国流布局曾是世界棋坛最为流行的开局之一，还衍生出了高中国流以及变形的中国流等等的下法。我们就以低中国流为蓝本，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中国流布局由于兼顾了速度与实地，受到了很多顶尖职业高手的喜爱。对付中国流，白棋一般有从星位和小目两侧去限制的方案。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基本型，白棋小飞挂角，黑棋跳手，白棋刺完之后飞。在介绍三连星布局时，曾和大家摆过这个变化，这也是 AI 推荐的下法之一。白棋在此刺完之后，黑棋尖33的价值变低，因此黑棋回到左下挂角。当然，对于黑棋的这手挂，白棋也完全可以脱先，比如说我们后面介绍的直接靠在此处的下法。我们继续来看，如果白棋就跟着应，黑棋再拆回，这是黑棋中国流加小林流的一个理想配置。我们以前对于这个阵型挂角是只此一手的下法。接下来黑棋如果从下方飞，白棋靠，黑棋搬，白棋退，黑棋立下，白棋拆边。下一手黑棋跳，白棋跳起，黑棋冲完之后刺，白棋从二路拖。这是各位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流的定式。关于这个定式的变化，我们后续也要和大家分享。另外还有一种下法是黑棋也可以尖在此处，白棋尖，黑棋长，白棋跳，黑棋再长的时候，白棋跳出，这样也是双方可下的局面。然而在 AI 出现之后，在这个局部，白棋有了更为犀利的下法，就是靠在星位。这手靠有试探黑棋应手之意，对此黑棋的应法无非是左搬右搬，左长右长。我们先看，如果黑棋注重实地，从右边搬的话，那么白棋顺势搬下。接下来黑棋简明的下法是打吃，白棋粘住，黑棋粘，白棋压完之后在边上拆出。这个结果对于直白的一方是可以满意的，下方一带的黑棋两颗子变薄，而白棋在这一带已然安定。同时我们现在看右边的黑棋，虽然看似棋形饱满，但效率却不是非常的高。如果黑棋接下来在下方飞冲击白棋的话，白棋压出即可，黑棋搬，白棋搬，黑棋连搬的时候，白棋在此一退，白棋依然没有被进攻的风险。同时黑棋却有些尴尬，此时由于中国流中间这颗子的存在，这一带黑棋已经不好再补，但不补总有弱点，所以这个图白棋是充分可下的。当然想必有些棋友之前就会有疑问，那么在白棋搬的时候，黑棋能不能直接断上去反击呢？枝野虎丸九段在著作当中并未提及，但是在国内出版的书籍里边却对此有研究。下一手棋白棋长出必然，黑棋打，白棋立下，黑棋再粘。接下来白棋断完之后，再次吃住这颗黑子即可。下一手黑棋拐打，白棋提吃，黑棋接下来吃住白棋的两颗子，白棋则顺势虎出头。局部有点类似于小雪崩定式，就局部而言也是双方2分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看黑棋边上中国流的这颗子明显的过于靠近了右下角的后势，而且
白棋变后之后，对于下方的2颗黑子也是一种威胁。这个图白棋也是成功的，所以这一代白棋搬下，黑棋无论怎么下，白棋都可以满意。那我们看白棋靠的时候，黑棋另外一种下法，从左侧搬，白棋自然就从3-3搬进去。简明一些的下法，黑棋粘，白棋粘，黑棋跳，白棋拆，这样白棋获得角地，当然没有不满。而如果激烈一些的下法，黑棋直接打上去。智野混玩九段对于这个图同样没有涉及，但是姜维杰九段在围棋 AI 定式大全当中也有着研究。绝大多数情况下，黑棋的这个段都是不便宜的。白棋接下来长出，黑棋再打，白棋长，黑棋再粘住的时候，白棋只需要简单的从2路打完之后爬，然后吃住这颗子即可。外围一带，黑棋依然需要补棋，然而黑棋现在依旧尴尬，尖在此处原本是棋形要点，但这手尖使得中国流中间这颗子变成了效率低的一手棋。而如果在此跳家的话，以后外围有刺以及靠等等的一些借用，黑棋也不是非常的厚实，所以这个图白棋充分可战。说到这个地方，明月也要啰嗦一句，对于两翼张开这个棋形而言，脚步始终是最重要的。那幼鸟如果翅膀掉了几根毛，尚且能飞，但如果头被爆了，恐怕就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鸡了。我们继续往下欣赏。那么这一代黑棋最强的应对是什么呢？是在此2路扳住。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下，白棋还是可以简明的吃了之后打，黑棋再打，白棋粘住，黑棋提，白棋爬，这样的结果和刚才的图大同小异，白棋依然活在了角地，而且两边黑棋都是有一些漏风的，这样白棋也是可下的。那么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基本图，在白棋靠的时候，黑棋还有左右长2种下法。首先黑棋如果往脚步长出，这就还原成了黑棋3-3白棋尖冲的定式。下一手白棋在此跳出，黑棋挖，白棋打，黑棋粘住，白棋飞在此处不断即可。这样白棋限制了黑棋两边的发展，足可满意。而如果黑棋往左边长出，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下法。白棋此时简明立下即可，黑棋挡住，白棋搬，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可以在2路虎。接下来黑棋从2路打吃，白棋潇洒飞出。这个局面白棋有一个要点，就是要看清边上的这几颗子。比如说下一手棋黑棋从这一带攻逼过来的时候，白棋可以不再应对，直接在中央补一手即可。黑棋吃白棋的几颗干子，一来吃不干净，二来意思也不大。而白棋中央一旦子力增加，左右两边的打入都变得非常的现实，这样也是白棋清零可战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分析到现在，在这一代白棋靠完之后，黑棋无论怎么应对，白棋都有轻松化解的办法，所以这也是中国流逐渐少见的一个原因。明月个人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脚步在未定型的情况下，黑棋先在边上拆了一手，使得局面的不确定性增加。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职业高手下中国流，但往往都是在一个角上定型之后，再根据情况在中间拆。当然还需要提及的一个变化是，黑棋此前的这步挂并非是绝对先手，白棋可以跟着不应。双飞燕现在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严厉，白棋这手棋可以直接靠上去，少了边上星位这颗子，白棋选择的余地更大。最典型的一个定式是黑棋此时搬，白棋搬，黑棋再从2路搬的时候，此时白棋就可以选择不从2路打，而是从3路打吃。黑棋粘住，白棋长出，黑棋再压，白棋退，黑棋压，白棋再退。下一手棋黑棋在此断的时候，白棋长出。接下来黑棋在边上夹住，也是局部最强下法。这是围棋 AI 定式大全当中给出的一路变化。下一手白棋在此立下，黑棋爬出反击，白棋拐出，黑棋顶，白棋尖。接下来黑棋回到脚步吃住2颗子，而白棋在此一跳，由于少了边上星位这颗黑子的支援，现在黑棋3颗子是逃不出去的。这个图
就局部而言也是定式。但是此时我们看到黑棋边上这颗子的位置依旧不好，如果往上挪一路，那么效果就会好很多。同时左下一带黑棋的这颗子也需要去处理，如此也是白棋充分可战的一个图。当然我们再往后退，白棋也可以不在右上角先挂，而是直接靠上去，变化也是大同小异的。总之，由于有了白棋靠的这一手棋，使得中国流中间这颗子成为效率不高招法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因此在顶尖职业高手当中，中国流下的就逐渐的少了。当然在我们业余爱好者当中，如果各位棋友对中国流非常熟悉，是完全可以下的。那么我们下一讲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之前一度曾经非常流行的对付中国流从小目外侧挂的这个下法是如何消失的。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